我们在过年前硬是安排了一个行程，这次准备前往日本的中部地区，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名古屋。前面的九九啊。今年日本的雪况超好，所以我们临时追加了一趟日本追雪行程。这次我们要去白川乡的合掌村看雪，还要去飞驮高山吃和牛，再去日本的3大名泉之一的下吕温泉，还有老公喜欢的名古屋城晃晃。搭机最期待的环节就是机上餐啦。这次我们搭的是傍晚的班机，抵达名古屋时天已经黑了。机场可以直接搭电车到市区。另外，这里有个纪念章，不要错过了。我们住的饭店在九屋大通站，在金山站换车。超喜欢这种冷冷的天气出门旅游。出地铁站走一小段路就抵达我们住的饭店——名古屋九屋大通五组酒店。这个饭店特色是价格便宜，交通方便，房间新颖，还附早餐。带大家看看房间。小小的房间，整体十分干净。大条我以为把什么东西丢到，拖鞋还不错，一直拖鞋好，拖鞋不是抛弃式的，还不错。它还真高哦。厕所没意外也是模组化的，有个小浴缸，免治马桶。电视里可以看到公共浴场的人潮，快煮壶与附送的茶包，最后是小冰箱，就这样啦。今天从名古屋前往岐阜县的白川乡，来去见识一下日本最有名的合掌村。一直以来都是听朋友们分享合掌村的旅游心得，这次趁着日本雪季来去感受一下雪国的风光。
古屋车站可以搭直达巴士前往白川乡，搭电车到名古屋站后，顺着标示前往名铁巴士中心。我们搭9点50分前往白川乡金泽。直达巴士有大行李置放空间，很方便。出发看雪区。往白川乡合掌村的路程几乎都在高速道路上行驶，不会绕山路，所以不会有晕车问题。容易晕车的朋友可以放心。沿途渐渐地出现雪景，开始有雪国的感觉了。因为搭车时间要2小时40分，所以在休息站停留10分钟给大家上厕所，就顺便逛一下吧。有辣鸡翅，鸡翅炒饭，有这个好可爱，哎，这个好可爱哦，可爱。好，章鱼烧。有吗？牛奶是真的吗？买个这个咖啡牛奶，咖啡。越えたところのスロープを降りて約50メートル先のバス停にお集まりください。只有10分钟，好赶。它在标点。温泉乡必备咖啡牛奶。它就这样盖的而已，盖的而已哦，这样都不会漏出来，好厉害哦！然后泡吧。下大雪。等我在里面等温暖。很好喝哎，可以一直把它灌过。快到了，看到今天住宿的饭店了。
白川乡的巴士站这边可以寄放行李，售票口旁边这边一件大行李500日元。放完行李，先到河长村里面逛逛，顺便找一家餐厅吃午餐。就决定是这家乡土料理白水园，因为是满座状态，登记预约完后，外面边等边玩一下。去年买的血压夹再次派上用场。啊，太胖了。噔噔，再好一点。我点效果。一直听闻飞驼和牛很好吃，所以第一餐就来品尝一下。近几年很有名的节子猪也吃吃看。你在整那个肉会熟吗？不是的，我在看。快吃的在肯定煮熟。先煮。还要跟你。蛋堡啊。嗨，都几秒？还要打面包吧？和牛肉给了不同的部位。我有啊。我炒你啊。等待烧肉的时候，先来尝一下荞麦面。好了，给你。荞麦面。先吃这个吧。快好了吗？再一块就好。再一块就好。我都分享给你起司，你都不分享。那块有加油来吗？分享2个而已，我分享。节子猪的肉味很清香，没有猪腥味。切3，就是我分你3瓣只吃一个，然后。搭本地的高山米真的很享受。飞驼和牛可以吃咯。好软，好油。对啊，很嫩。满口肉香油香，也有明显偏瘦的和牛肉。好漂亮，我好脏，好油。
第一餐和牛烧肉吃得很满足，最后利用剩余的油脂烤青菜。这间餐厅不错吃，气氛也很好哟。接下来去这里最有名的观景台，进合掌村前的岔路左转，有很大一个路标指示牌。雪季时这里沿路都是美景。Yes。它满出来了。安全来去。这个好好，为什么他们在做事？他这个雪变好好呢。你看啊，大家手做的，对不对？对，你看这个，你忘记了。这个水锅盖。야, 근데 돈 없었으면 진짜 그냥 그게 가서哎，你们雪弄我鞋里了。对。妈，badanku。被我的衣服。走了好大一段上坡，超级喘的。终于快到观景台了，这边已经可以看到全村的样貌了。观景台在旁边的一个平台上，这里是迪丁城基展望台。网络上经常看到的白川乡合掌村照片，就是在这边拍的。地底呀。Like the light in the day never part. I'm looking down the line. With you by my side, I'll be fine. To earth, it's just as good as up there. I wanna keep you near, 'cause you're all I need, my dear. Do you feel the winds are turning round? 'Cause what goes up must always come back down. Safe in your arms, like the light in the day never part. I'm looking down the line, with
同一个地点旁边有另一个观景平台——城山天守阁展望台，往旁边走一小段路就到了。这边更高一点，但人实在是太多了。边玩边下山吧。谢谢，比我还高哎、比你高。比我还高哎、可恶！太远。发现了一棵挂满柿子干的树，整个树上都是，很新奇。回到巴士站，拿取寄放的行李，准备到今天的饭店。今天住在玉树节之庄，饭店离合掌村有一段路，在巴士站有饭店的接驳车，不需预约，每天固定时段接送。这家饭店在合掌村这区算是比较豪华一些，设备新颖，并且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浴室与厕所。我们的房间在2楼。很多新式的日本温泉饭店也会保留使用钥匙开房门的传统，其实我们也挺喜欢，很有仪式感。开的厕所，哦，好大这可以睡3个人嘞。哦。房间出乎我意料的大间。它有梳妆台耶。这2张床可以请饭店并在一起，变成一张超大床。噔噔，梳妆台耶，专门梳妆台。然后这个是什么？棉被在这里啊。噔噔，浴衣在这里。对，洗澡用具。洗澡用具是这里。这都是男生的吗？还是女生的？男女吧。这有3件，我们可以3选1。那是外套啦，然后它这个换的衣服在这里了。男生女生的。交换穿，你穿红色，我穿蓝色。迎宾点心有芝麻煎饼与栗子羊羹。你要喝什么？这个是要干嘛的？喝茶渣渣吗？那个分茶包的吧。茶包耶，高级，很可爱耶。好茶耶，它的茶杯好大。
它还有这种泡咖啡的，我们来冲热水。哎，好多种哦，什么样的都有。然后这个是冰箱，里面有2瓶水可以喝。干湿分离耶。只是有冲澡而已耶。泡澡要到饭店的大浴场，厕所是独立的空间。吹风机，这个房间有对外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到饭店其他地方看看。地图是用木头制的，非常风雅。下午到晚上有提供饮料吧，焙茶与葡萄柚果汁。粉红色什么东西？另外还有免费冰棒，共有4种口味。我看图说，这个绿色的。那我要什么？对对。我跟飞头娃娃一起吃冰。拿了苏打与哈密瓜口味。这个好哈密瓜。在这边休息、喝茶、吃冰很舒服。晚餐是在餐厅里用餐。密密麻麻的菜单，很高级。前菜部分看起来已经够丰盛了。我好酸。对呀，他说要先喝这个，入口。它是开胃吧？好开。吃起来都滑滑的，这样 QQ。甜豆。你有吃到银子，你再夹。就是一抹的样子。这道是铁皮煮肉冻，里面有肉、香菇、虾子，还有蔬菜，整个很鲜。我之前在最后一罐不知道几千块，好好喝耶。黑门市场。这个好喝。前菜吃完后，上生鱼片拼盘。我们来先吃橘子看看，好特别啊！它的筷子是辣的，它没有味道。你要加点酱油。这个啦，加酱油。会蒸啊。
这个味噌挺跟沾一样。这口感很像虾虾，但是不会像虾虾一样滑滑的这样，然后 QQ， 好特别哦，不错。是尾鱼吧？那你的鱼肉在其他生鱼片也是很有水准，新鲜好吃，也去锅也煮好了。有飞驼牛肉、猪肉、鸡肉与蔬菜。蘸酱有荞麦味噌、橘醋、山葵醋，3个蘸酱都试试。那个是荞麦味噌。淡水下来。没有。荞麦味噌好吃，甜味噌。这很软。我喜欢甜味这个味噌。荞麦味噌很明显偏甜，很合台湾人口味。这锅肉很好吃。接下来的环节是一点小心意，主厨给的小菜。盐酥虾，也很好吃。那个我们蛮特别的酥炸虾。炸虾。这个环节是5道小菜选一样，我选的料理是茶碗蒸。看起来它皮叶，两个叶，它变成红色以后掉下来。饭类3选1，我选的是炸白虾冻。把什么东西炸酥酥的？对，这个虾虾跟你那个虾虾不太一样。高龙。这个好吃哎。另一个选茶泡饭。沙丁鱼。这个饭真的是有锅巴，比较硬。随着饭一起上桌的是这边的乡土料理——蒲叶味噌烧。你没有放啊？我放好了。是哦。将蔬菜与当地味噌放在蒲叶上加热，非常的咸香鲜甜。因为味道很重，所以很下饭。最后的甜点是核桃糕与水果果冻。还有点咸咸的。他在河港说创教育网络。我觉得不错吃，在湖北不喜欢。因为有核桃。这里除了大浴场外，还有2间个人包厢，不需预约，熄灯的状态就能使用。是个半户外的汤屋。是脸呢。晚上也有提供宵夜哦。
来去看看。大家在排队了，他把海苔拿走了。是酱油拉面。它不叫拉面，它会附水。看。淡淡的酱油。日本的拉面是酥的。一旁饭店的贩卖部也可以逛一下，这里也有不少纪念品可以买。大只的才可爱，大只的。我会借出去啊，现在不会烧了。它在喝酒哎。今天就这样啦。一早打开窗户，就看到令人惊艳的美景。踏着好心情到餐厅吃早餐啦，依然密密麻麻的菜单，超级丰盛的。这个会。变成味噌饭了。地瓜，这个味噌，放味噌就好。花脯，我买的那个萝卜丝就是这样啊。感觉好像要一吃下去。哦。甜甜的，我倒是甜甜的。你的鱼跟他的鱼不一样。不一样。不是它青鱼。这是你爱吃的。这是什么东西？好，慢点快呀。啊。汤鲑鱼。吃饱饭准备离开，趁早来去逛合掌村。它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吧？还是它自己？在我这里啊。
饭店早上也有固定时间的接驳车前往白川乡巴士站。为了今天可以好好逛一下合掌村，特地选了在村子里面的旅馆住宿。先来寄放大件行李，就可以好好的去欣赏合掌村的美景咯。白川乡合掌村又称为迪厅合掌村，其中的和田家是村内最大的合掌建筑，现在被列为国家指定重要文化财，可以入内参观，日币400元。在江户时代，和田家曾担任村长及负责村内警戒工作。和田家1楼主要展示其生活的样貌与器皿。大地主吧，是吧？2楼的部分展示家族营运用的工具。这个是我用具啊。那个还有左传式的那个传式的呢。因为还有一只蛇耶，超可爱的。That is served as the region's garden house version. The water house has 3 important functions. 它是这样插进去，然后把它绑起来，就这样，全部都用那个稻草绳绑，久久就要再绑一次。真的，我靠！ It is the biggest building in the area. 这个走在雪地上都不会红。在冷冻库里面啊。和田家也展示了当年养蚕取丝的流程与工具。继续往村子里走。它原本是白色的哦。那买一个告诉大家是吗？来感受一下冰天雪地吃双麒麟的感觉。恐龙，好不好吃？好吃。好吧的，谢谢。
好拼哦。那我问你一个谜。冰淇淋不会融化。这家美然梦罗梦馆有不少美丽又特别的商品，图样非常漂亮的器皿。很漂亮。很漂亮哎。马克。这个是由一名98岁奶奶制作的手居球饰品。第一次看到栎木的果实，还有非常特别又漂亮的鞋带，可爱，我想买。可爱。Ay, magkala mo may magbabayad. Ayun.这里的乡土点心五平饼也可以吃吃看，是将米饭固定在棒子上，并抹上味噌，再将表面经由炭火烘烤而成的特色点心。咸咸甜甜的口味，但比较偏甜。是马子。还是饭。妈妈，小耳朵。味噌饭，有没有？看到了。味噌饭，它有一点点小锅巴，然后甜甜的，甜甜咸咸。味噌经烘烤后也带点轻微的焦香，非常朴实的味道。没有分享。算是日本乡村的古早味吧。村子里有一间八幡神社，进去参拜一下吧。整个神社被白雪覆盖，非常漂亮。有个被他结冰哎！冻好了，好冻哦！那我这。
离开八幡神社往合掌村最有名的3间小屋前进。3间小屋的位置在比较远的地方，从巴士站过来，穿过整个合掌村群，在整个合掌村的另一端。这是这里相当热门的拍照点，可以一次拍到3间合掌屋并列。2、3间的。回程不从主干道回去，改走旁边地势比较高的支道。这边商家比较少，游客也比较少，可以好好的欣赏雪国风光。而且这边走会更接近合掌屋群。那里有只鸟哎。每一次都要吊着，要不然太重。手把，荞麦面。然后他们自己就好了。要贵的。要贵的，就贵贵的。对，好吃。然后宠物上面采购有写，对，他们都不会有写。回到主干道后，来去买一些伴手礼。这是一家卖豆果子的商店，有不少特别口味。还有什么吗？感觉好像会爽。나는 아까 여기 요 앞에 때 하고 그러면서 그냥 여기가 왜 이제 안 하니 내가 베이트만. 好吃。
是。那个花牌耶。杨根也没看过。这个买一包。这个栗木果实鲜贝第一次看到，买个几包回去试试。这个没有叶子的。这一盒是拆开的。买得开心了，可以回到旅馆办入房咯。今天住宿的旅馆是白川乡之汤，是这边唯一一家有大型汤屋的旅店。这电子锁啊，而且还那个的。这家饭店的房门改电子式的了，房间看到的就这么大，备品就放在橱柜里。还有这个裤子。看来没啥好介绍的，吃个迎宾点心，喝杯茶就下楼吧。每个人有送一杯咖啡，1楼服务台兑换，兑换完可以到一旁的景观台喝。冰的。吃完下午茶，把握时间继续出门溜达。河长村另一个方向，对外的联络道路这边，风光也十分美好，几乎没有游客在这边晃，大家都在村里逛，忽略了这边，实在可惜。接下来我们到观景台看河长村的夜景。其实再隔一天河长村会点灯，到时这边的夜景会更漂亮。不过我们今天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观景台一路上都没有什么人，可以好好的悠闲的慢慢的欣赏河长村夜景，直到开心。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have to let you go. Tell me, how can I forget? If I could travel back in time, I'd lay a blanket full of stars to brighten up the darkness of our sleep.
sleepless nights. I'd find a way to make you smile. But I will break your fall,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I will break your fall,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Words like water in my hands. I guess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have to let you go. I wish that I could make you stay. But I will break your fall,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I will break your fall,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I will break your fall,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I will break your fall,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真的是一个好像童话故事里才会出现的场景。美到令人鼻息的雪国小镇，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回饭店吃晚餐吧。观景台这边晚上没有路灯，地上也结冰，下山要很小心。下山路上不开手电筒几乎看不到路，有点可怕。I will break your fall,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even if you don't love me. I will break your fall, 摸黑回到旅馆啦， even if you don't love 真的是个令人难忘的体验。换完衣服来去吃晚餐啦，每天最期待的时刻。再帮你点。准备开吃。干杯！前菜部分蛮丰富的，生鱼片部分也很精致。主菜是飞驼牛肉的普叶味蒸烧，汤品也挺高雅。沙拉与手工荞麦面，米饭部分也晶莹剔透，很有水准。小朋友的菜色跟大人不一样。一口。鳝鱼高汤哎。很好吃哎，不知道怎么收听。很好吃。茄子粉呢？
那我的香菇。对啊，香菇下面不会熟。这个牛肉超级下饭，好大块。真的是个爽吃飞驼牛的2天。这个是什么？哎，它会浮风风哎。今天都是很爽气。这餐也是吃得很饱，吃饱饱准备来取泡汤。这个旅馆有对外贩售泡汤券，房间没有浴室，所以洗澡要到1楼的大浴场。今天到这边啦。今天依然是个令人开心的好天气。继续白川乡养猪行程，一起床就吃早餐。白川乡汁汤的早餐看起来朴实很多。来，干杯！结果这个是果冻。我讲说你要喝什么，真不定。再一次，干杯！这个烤鱼跟烤甜不辣很好吃。烤的酥酥脆脆，软软 Q Q。姜色的，这个炒大片肉。餐厅这边也有景观座位，一边吃饭一边欣赏雪景也很棒。准备离开咯。接下来要前往飞驼高山。再见了美丽的白川乡合掌村，我们下次挑别的季节再相见咯。搭直达巴士前往飞驼高山，大约40分钟的车程。那水不会整理的。
到新的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找纪念章。车站旁的观光案内所里面发现有好几个章。大中小3个飞驼高山。宾果的男主角那个。还有多国语言的观光地图，记得拿哟。先把大件行李寄放到今天住宿的饭店。寄完行李就可以轻轻松松逛街了。前往宫川昭市的路上会经过飞驼高山交流馆。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纪念章哟。另外还有另一个宾果的纪念章。男主角、女主角。前面就是飞驼高山知名的宫川昭市，据说这个早市自江户时代就已经开市，而且每天开放延续至今，并有日本3大早市之一的美称。除了路旁店面商家外，靠河一侧还有不少用小帐篷搭起的摊贩。这边贩售的品类也不少，新鲜蔬果、鲜花、加工食品、手工艺品都有，是个很好逛的地方。这么小颗。
这边有一家飞驼牛握寿司，是这边的特色小吃，当然也要试一下。买了3种口味的组合。香醋，一口一个就没了。好软了。嘿，冰冰的。快了，不要吃了。芥末。其实味道差不多。飞驼高山这边是日本知名的清酒酿造地，据说制造清酒已有超过300年历史。除了酒的品类很多外，还衍生出独特的清酒宣传方式。很多店家都有小额付费试喝的服务，这家就提供100种以上的清酒可以选择。20梦。好了。还可以加盐巴。有一个桃子的香味，跟桃鸡又不太一样。味道不太一样，跟果香哦，还有微微的气泡。这很浓，这个超浓的。当然，飞驼本地的酒也要品尝一下。这有一个甜甜的味道。喜欢品酒的朋友应该会很爱这边。这家店里除了酒品的贩售外，下酒点心的品类也不少，还有土产、伴手礼。大颗的板贝，它还有那个银乌贼。特别，我想买这个。看起来很奇妙的东西，有麝香葡萄与白桃2种口味，可以加到牛奶里面变成果汁牛奶。接下来到高山最知名的老街，整条街道全部都是古厝改建而成的商店。先找一家店吃午餐。这是一家肉品与调味品的商铺，也连带经营餐厅。1楼是咖啡厅兼卖简餐，2楼主要是飞驼和牛的排餐。点一个店家主打的飞驼牛排盖饭。盖饭。胡萝卜酱，蛮好吃的。调味酱料在1楼可以单独购买。
像泡面的汤，牛肉汤。这是。好好吃哦，美滋滋，大口一点哦。嘿，另一份点了飞驼和牛起司汉堡排。好好好，好好好。这个汉堡排配上当地的白饭，超对味。吃饱顺便逛一下楼下的商店。所有肉类制品没办法带回台湾，只能放弃。调味料就没问题。店里有卖飞驼的高山米1180。继续逛老街吧。飞驼史努比耶，很可爱。是的，那还带口袋。也有，我会做这个东西。之前我。2杯。走，进去看看。这是个很像米果啦。酒粕，像看起来像吐司。这个可以带回台湾，煮成甜酒很好喝。老街很多伴手礼可以买，古早味的饼干，有很特别的姜糖，这个是第一次看到。各种点心伴手礼，盐柠檬橙醋，盐柠檬，酱菜。天女鱼、盐鱼、香鱼干露煮，
飞驼高山的南瓜是当地特产，也延伸出一系列的相关点心。南瓜。可能有像外星人吧。每个的声音不一样。就这个柿子哎，我家很可爱哎。这是一家手工饼干糖果店，现在依然贩售着自家制作的古早味点心。这里有几片？来吧。品相不是很多，但都蛮特别的。看有，看。这家店里有卖身穿和服的兔子人偶，做工非常精致华丽，价钱也是相当华丽就是了。带大家看一下。漂亮哦！不是，它不是西子。好きなんや。あ、好きなんやってか。这是一家摆饰与挂饰专卖店。那个鼻子都被摸得好亮哦。这家店商品非常多，而且十分漂亮，价格也很平易近人。店里装潢也超级漂亮，有时间可以好好的逛一下。鼠啊，这狮子脸为什么这么大眼？好多啊！好可爱，好多脸，看得可爱。带一只青蛙回家。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住的平价饭店——飞驼高山 Win 饭店。
小椅子哦。哎呦呀，好累哦。很标准的日本商务饭店的大小。床底下可以放行李箱。好了。铮铮。一般的模组化浴室，有浴缸、免治马桶。今天就这样啦。来看一下这家饭店的早餐。餐点标示上有日文、英文、中文。面包与优格。高山的味噌汤。稀饭与配菜。咖喱与当地乡村料理。它这是2片叶子吧？我想说它的叶子怎么这么大？欧姆蛋、热狗、青鱼。炸鸡、炒面。日式小菜区。沙拉区。布丁、杏仁豆腐。离开飞驼高山，接下来我们搭电车前往下吕，来去看一下日本3大名泉之一的下吕温泉。前几天的大雪让一路上雪景满满。这都是甜的。下吕车站小小的，但很新颖，很有温泉乡的氛围。宣传海报是漫画家洼之内英策老师绘制，他是我非常喜欢的漫画家之一呢。车站外的观光案内所里面有纪念章，不要错过了哟。泡汤的青蛙，下吕温泉。下吕的日文发音跟青蛙叫声很像，所以下吕温泉区就把青蛙当作吉祥物了。在这边到处都是青蛙的摆饰与纪念品。另外，下吕温泉也有日本3大名泉之一的美称。这么有梗的地方，当然也要排进这次的旅程。走，往温泉区前进。在温泉区入口迎接游客的是绫罗山雕像，他是江户时代的著名哲学家。下吕温泉之所以出名，他占最大的功劳。路边发现有卖飞驼和牛的烤肉串。把这个小口给他喝了，一口。连吃了几天的飞驼和牛，有点习惯这个味道了。
还不错啦，很香，小心哦。不是好可爱，长翅膀的青蛙，这个可爱。烧肉串店旁边是白鹭鸶横丁，可以进来小小逛一下。我也想要。很开。这是下雨，美月。好多青蛙耶！哎，这个好可爱。不是吗？这个笑得好像新上市的。它是不是的？纪念品店里满满的青蛙周边商品，这个不是抱着，这个抱着飞陀娃娃的青蛙好可爱。这也不错啊。これは日本。心满意足。往旁边走有下吕温泉神社，进去参拜一下。看他们的脸，很可爱，他们的脸就这样。那个楼上。接下来的目标是到温泉街逛一圈。相比现在日本的热门观光区，这里几乎没有游客呢。温泉街最里面，再往山坡走，会来到下吕温泉的发祥寺院温泉寺。爬上173道台阶，终于抵达温泉寺内。因为没有游客，这里显得非常静谧。这里供奉有白鹭鸶传说中的药师如来。所谓的白鹭鸶传说是下吕温泉由来的故事。据说很久以前有只白鹭鸶来到这里，使得当时已经枯竭的温泉水又再度喷发。而这只白鹭鸶其实就是药师如来的化身。之后人们就在此供奉药师如来。
纪念品采用线上付款。你看这个怎么样？打上草。哎呀，戴红帽帽哎，好。温泉寺的主殿后面有一个小小的稻荷大明神社。味道很好，但是它看起来好新。要学会勾针，帮这些频道戴帽。离开温泉寺时，可以看到整个下吕温泉区哟。回程时经过这家店，这是下吕温泉这边超人气的甜品店。最有名的是他们自家制的奶油夹心饼干与烤饭团。不然就我们两个继续打一打再进来。奶油夹心看起来好好吃。买了开心果起司口味，试吃试吃，冻得硬邦邦。哎呦，它好热啊！它不是冰淇淋，它是奶油。它是很硬很硬的奶，它是比较偏软的牛轧糖。很奶呀、啊！好乳酪。起司啊。嗯。它乳酪在里面。其实蛮特别的，可以吃吃看。嘴巴会吸起来哦，拉起来，拉起来。除了食物外，这家店还有很多伴手礼可以买。盒子啊？对啊，然后那是饼干，拿到一样的。书本造型包装的奶油饼干。奶油饼干。哦，这看起来好吃。青蛙。他们会帮哦。很可爱的包装。奶油牛奶入浴剂，罐子还能当存钱筒。
可爱的青蛙法箍。都很重。继续逛温泉街。爸爸。这里有2只打鼓跟吹喇叭的青蛙。不容易。不死心啊！这样子啊？老公说我太笨，要表演给我看。可恶！好多飞的，好可爱哦！好硬，好硬。你是 A5 飞鸵鸟哎，你是小姐还是先生？逛完温泉街，来到今天的住宿点赢家。这是一家现代风格的小型温泉旅馆，里面有好几位会说中文的服务人员，会很详细的介绍温泉区的景点。就会有餐厅、纪念品商店和其他的商店。这里整体也很新颖，而且房价在当地也是偏便宜，基本上蛮推荐住在这里。带大家看一下房间，一进房床铺已经铺好了，还有2张小沙发。有铁窗，这是木头的哎。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浴厕，很令人开心。旅馆也有准备浴衣，换一下衣服来去看一下晚上的下吕温泉区。
上的泥巴。在白鹭桥旁的汤玉屋，也是当地非常有人气的甜品店。最有名的是他们的温泉蛋双麒麟跟温泉布丁。店里还有一个竹汤，可以边享用点心边泡脚。因为快打烊了，所以没什么客人。待会要来去吃晚餐，就先不吃点心了。明天再过来好好享受。今天就先逛一下店里的伴手礼。青蛙搓澡机。很可爱。这个啦，海藻。哇，小钱包。对啊。接下来去吃晚餐啦。夏旅温泉晚上的餐厅选择很少，大部分的店家都早早关门了。还好想吃的烧肉店还开着。这家店用平板点餐，很方便。油花很漂亮哦。先烤，先烤。先刷油开炉。去那个它有粉罐。真心觉得烧烤的牛肉最棒了。飞驼牛肉的香味一直扑面而来，加点了温泉蛋放到饭上，弄散后超诱人的一碗饭。幸福的滋味。另外点了一份飞驼牛腐饭。加了酱油的饭，还不错啊。好啊，好啊。好香哦。这个和牛肉看起来更厉害了。
和牛烧肉配饭吃超级棒。干杯！吃饱喝足回旅馆休息啦。今天到这里啦，明天还要去下吕河长村。住宿的赢家旅馆有附早餐，就简单吃吃，准备来去下吕温泉河长村看看。面包与豆子汤，老实说不算太好吃，大概不合我家胃口。吃饱饭一边散步，一边往河长村前进。距离温泉街有一小段路，不过是走路会到的距离。路上经过一个早市，可惜今天没有开。下吕的这个河长村是从其他地方将房子移建过来，集中重现日本的河长式聚落。作为博物馆园区开放给民众参观。除了屋子外，园区内也收集了许多早年的农具与民生用品，可以一次体验河长聚落的生活及文化。每个人入场券800元。迎接我们的青蛙。迷你版的。有个踩高跷的童玩。旧岩齐家的房子是民俗资料馆，纪念章是6合1的，走遍整个园区才有办法盖完。我拿我的笔记本。旧岩齐家的这栋主屋是江户中期的建筑，特色是屋顶像一本书的形状盖在上面，是1968年从富山县南砺市的5个山移建而来，跟白川乡的河长屋搭建形式略有不同。现在作为民俗资料馆，展示许多早年河长村人们的生活器具，许多都是相当宝贵的文化财产。发现了一个超高的枕头，
这只是侧躺吧？有书吗？这样。茶水。因为那个公主就足够好几个，就大大小小，原来他们这是有升旗，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都有。哇，一升，然后那个是什么？脚斗。时间在3点。对啊，他们也有算盘。2楼也能参观。要烧起来。本机。斧头吧。这是不会砍到自己的。这个有点瘦，以前都好瘦，红人手。这个是水桶。那以前的魅力都好强。这间是竹原文乐纪念馆，里面放置的是比较精致的物件。竹原文乐是由下吕出身的艺术家洞奥一郎所创。最特别的地方是，这个表演一个人就可以控制100个傀儡。逛累了，还有室外的竹汤可以休息泡脚。我想要抢一大堆伤口。我们继续逛吧。板仓啊，住宅板仓。旧远3家板仓，这是间1810年所建的木造仓库，用2层木板造成墙壁，因此称之为板仓。在1963年移建过来，现在里面都是农具。稻草，所以想说好香哦。这是插进去打那个。一个炭烧的味道。这家是旧大户屋住宅，这间合掌屋据门梁上记载，花了13年的时间才盖好。
在这里发现另一个纪念章，会准线下里温泉合掌村，那个是实际。不是啊，那你有那么小的？这里有许多塑像，模拟当年人们生活的情境。稻草。你要做什么拍照啊？家会一边聊天一边在练跳舞，还有小孩子哎，看小孩子坐在那梯上去。还可以烤东西。2楼部分模拟当年私产养殖。那个是蚕啊，蚕宝宝啊，你们没有养吗？我养菜虫。这个是那个桑葚的。他在取蚕丝哎。对啊。行李箱，搬家用的。看以前的人很小只啊，衣服好小件，是很滑。现在令和7年，看雪楼。这里还有卖饲料可以喂鱼。结果鱼都还没吃到，鸭子吃了一堆。冰哦！哦，好冰，真的好冰，好冰，好冰。经过碎石季之森这个隧道后，会穿过马路来到合掌村另一边。这里有一个青蛙神社，神社附近到处都是青蛙哟。超级可爱的。
这里一次发现了2个纪念章，没有屋顶，漏了2个，再回去找。这边有一个滑轮溜滑梯，玩一次100元。慢慢的往上坡走，蛮长的一座滑梯。另外记得从底下这边先带滑板在身上，上面有可能没有滑板了。注意事项要先看哦。整个滑道是分成2段。往前走一小段路到另一个滑道。回去合掌村另一边吧。园区内也有好几家餐厅，逛到肚子饿了也不怕的。这家是卖烤西鱼套餐，烤鱼分别有香鱼、盐鱼、天女鱼3种，不吃鱼也有拉面。我点了比较特别的盐鱼与天女鱼。鱼刺不会很多，吃起来不会太困难。也点了店里的酱油拉面套餐。面条蛮 Q 的。面条很好吃。哇，套餐附了2个竹叶寿司，它是2头饭，是腌制过的鱼肉寿司，看起来像2头饭。饭好黏哦。餐厅旁的飞驼工坊这边发现另一个纪念章，差一个就收集完成了。没关系，等一下茅草屋就没有尖尖。旁边是圆空馆，发现最后一个纪念章，虽然没对准，也是可以啦。这个馆里展示了许多佛像，是一名生于岐阜县这边名为圆空的僧侣所雕刻。他是江户时代佛教天台宗法师及雕刻家。
一生云游日本四处传道。据说他一生中雕刻了12万尊的佛像，而且以微笑的佛像居多。早年他的雕刻方式细致，而晚年逐渐变成不加任何修饰、粗犷且大胆的风格，反而流露自然的佛性。世人称这些佛像为圆空佛。这个是上面，或者是那个屏风。逛完合掌村，准备离开下吕拉。头被摸得超亮，亮。昨天晚上没有吃到汤玉屋的温泉蛋双麒麟，离开前来尝尝。是要搅拌吃，把它搅一搅吗？对。搅一搅。搅得更碎一点。我刚刚吃到整坨的温泉蛋，所以我吃下去就是冰淇淋是冰淇淋，蛋是蛋。搅拌均匀后，好吃不少。店里提供足浴，可以边泡脚边吃冰。这家店的布丁也是蛮有名的。依依不舍地离开下吕温泉，准备回到这趟旅程的起点名古屋，来去看小时候最喜欢的名古屋城。这天来去这次的日本中部之旅，最后一个景点是老公小时候最喜欢的名古屋城。我们住的饭店在大通公园旁，所以走一小段路就会到名古屋城了。边散步边走过去吧。经过的市政府大楼是个漂亮的古迹。地图上往东边走有不少古迹名胜。继续往名古屋城方向前进。从东门这边进城前会经过这条美食街。名古屋城别称是金虎城，连饮水机也做成金虎造型。沿路看来都是枫叶，秋天来一定很美。票一个人500日元。
进来后，路边有多国语言的导览可以拿。然后这边还有百大名城的纪念章可以盖，不要错过了。发现还有另一个日期章，原来是想要多次进出的话，可以在门票上盖上日期章即可，当作纪念也盖一下。走吧，进去晃一下。这是名古屋城石头基座的设计建造，江户时代的竹城名家加藤清正。名古屋城的建造，他出了很大的功劳。先经过东庭园，进去看看。冬天的日本庭园真的非常萧瑟。人若是枫叶，你看都是小手枫叶。名古屋城的历史非常的坎坷多舛，原本是金川家的居城，金川家战败后，织田家入主并将城让给信长。后来织田信长据点移往青州城时将之拆除。江户时代德川家康下令重新筑城，然后在二战时被烧毁。现在看到的是现代重建的版本了。名古屋城又称为金城或金虎城，待会到城堡边，大家就知道为何有这个别名了。来这里另一个重点是这个本丸御殿，这是当时藩主的住所与行政单位，里面的设计极致绚丽豪华。展区内可以拍照摄影，但不可以使用闪光灯。原本的本丸御殿也是在战争中烧毁。现在看到的是名古屋市花具之与10年时间重建，完全采用古法复制。里面到处大量使用金箔，到处金光闪闪的。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里的极致奢华吧。
lose track of time. Darling, stay for a little while. Time eraser, just res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Feel alright. Screw everything they do.在展区的最后有一些关于现代复原工作的幕后情报。招募复原基金，为复原工作奔波的发起人，以及复原所使用的材料之类的资料展示。日本对于古迹修复与活用真的很用心。接下来往主城方向前进，目前不开放天守的参观，所以只能在下面看看，跟他拍拍照。名古屋城最知名的就是它的巨大金虎，当年为了彰显地位，可是用了大量的黄金铸造。现在的就不含黄金了。一旁就是礼品部了，这里有不少名古屋城相关的纪念品，还有关于德川家康、织田信长的家徽系列商品。很喜欢这个小小的奉纳箱。名古屋城。有1万元复刻牌，这是磁铁。最重要的金虎也有不少纪念品，金虎的磁铁，还有史努比联名纪念品。而且你看，它是名古屋限定的手帕，它好可爱哦。它扭掉了，这边是长扭掉了。是的，那很可爱。金虎的袜子，左右一对刚刚好，这个好有梗。这2只脚啊，左右。信长的眼罩。超多金灿灿的商品，难得来一次金虎城，还是挑个金虎当这次来的纪念品。太可
这个文正的重量感很不错，买了2只，一左一右刚刚好。有够重的哦，沉甸甸哦。名古屋城大致上就这样啦，很可惜不能到天守内参观，期待未来开放后再来一次吧。现在就在外围看看拍拍照。漂亮的。今天是在名古屋最后一个行程，明天就要回台湾了。第一次来日本的中部地区，很幸运的每天都是好天气，让这趟旅程收获满满，回忆满满。最后一天一早出发回台湾，名古屋市区到机场真的很方便。跟抵达时一样，到金山站换车。谢谢，一样谢谢。回程特地选了华航的特别餐点，印度餐的面包 QQ 的，沙拉是凉拌鲜虾，主餐是咖喱鸡，这面米饭真的很特别，就很粉哦，粉粉的，炒粉的。辣，第一次吃到这么辣的，蛮辣的，味道是不错。另一个是鲜虾烩饭，真的吃这个，都很好。确实。有酱油在配饭，还不错。回到台湾啦，
这趟旅程也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开始期待下一趟旅程。